此时，那男子恭敬地问道：“英主，您觉得林婉儿留的那幅字有多大的可信度？”英主沉默片刻，冷声道：“他的性格与他父亲神似，虽然足智多谋，甚至多智近妖，但几乎很少搞什么阴谋诡计，所以他写的那8个字，我信。”说着，英主又道：“而且林婉儿心里肯定很清楚，这时候撒谎没有任何意义。即便我看到这8个字，即便我信他没有撒谎，但在没找到那枚戒指之前，我也不可能放弃追杀他。毕竟就算戒指不在他的身上，他也一定知道戒指的下落。所以他写这8个字，不是为了迷惑我，只是为了激怒我。”那男子忍不住道：“英主，如果林婉儿没有撒谎，那是否意味着他已经将戒指遗弃在了北欧的某个地方了？”英主道：“那戒指对他虽然没什么用处，但却意义深远，他绝不可能为了保命随意丢弃。”那男子又道：“那会不会是寄存在某个银行保险柜里一枚戒指？若是与其他东西一起托管在银行保险柜里的话，一般也不会引起什么关注。银行保险柜的保密性极高，身份核实又都是采用指纹、虹膜这些生物印证，他完全可以先用假身份将戒指存进去，然后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取出来。也不可能。”英主淡淡道：“林婉儿远比你想象中更狡猾，而且更精于算计。你能想到的，一般他早就已经想到了。银行保险柜看似隐秘又不起眼，但实际上一点都不保险。如果我想，我的锦衣卫可以在一夜之间把全北欧所有的银行保险柜都打开来看个究竟。他怎么可能冒这种风险？”那男子有些疑惑地说：“英主，若按你所说，戒指确实不在他的手里，但他又不是随意丢弃，那一定是有了一个非常妥善的保管方式。那您觉得这戒指究竟去了哪里呢？或者说被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远程保管起来了？”英主沉默了几秒钟，淡淡道：“你说的这个我也不知道。目前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戒指虽然不在林婉儿手里，但林婉儿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线索，所以必须全力以赴把她给我找出来。”说罢，他微微一顿，继续道：“这一次让常胜伯亲自出山，你即刻传他过来见我。”男子心中惊骇，英主口中的常胜伯乃4大伯爵之首，这4大伯爵每一人的封号都是英主亲赐，分别是常胜伯、定远伯、建功伯以及忠勇伯。4人追随英主多年，为英主麾下势力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常胜伯除了在4大伯爵中位列第1之外，也是4大伯爵中实力最强的存在，是整个组织名副其实的2号人物。而这名男子自己则是位居4大伯爵最后一位的忠勇伯。在这个组织内部，他的贡献比不上前3名伯爵，但因为对英主绝对的忠心不二，所以被封为忠勇伯，常在英主左右任其差遣。在忠勇伯看来，命常胜伯去追踪林婉儿，着实有一种杀鸡焉用宰牛刀的感觉。不过他对英主的决定自是不敢有任何质疑，于是便不假思索地说道：“英主，属下这便去传常胜伯。”数分钟后，一个衣袭道袍、仙风道骨的中年男子迈着飘逸的步伐大步走进正殿。一进来，他便单膝跪在地上，向着空空的王座行礼，之后恭敬说道：“英主。”忠勇伯说：“您召唤属下有事，不知您有何吩咐？”英主那低沉的声音传来：“常胜伯，我给你5年时间去寻找林婉儿的下落。这5年，我不管你去哪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做任何决定，也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我只要你在5年期限内把林婉儿活着带来见我，你能做到吗？”常胜伯微微一怔，旋即双手抱拳，高声道：“既然英主愿将此任务交给属下，那属下一定全力以赴，争取早日将林婉儿带回来。”英主嗯了一声，开口道：“这5年，给你5亿美金作为经费，事成之后，我会给你5颗小培元丹作为酬劳。”常胜伯一听小培元丹4个字，整个人顿时惊喜无比地说道：“属下叩谢英主。”说罢，他立刻俯身下去，
重重叩谢。随后他抬起头来，恭敬问道：英主，您最了解林婉儿，所以关于林婉儿的下落，不知您有什么线索或者建议能够给到属下？英主淡淡道：我了解他，也了解他父亲，但他们都曾做出让我始料未及的事情，或许是我对他们的了解过于固化，以至于陷入了一种一错再错的怪圈，所以常胜伯还是不要找我要建议了，全凭你自己的直觉去做，或许会有奇效。好，常胜伯重重点头，英主，属下知道了。英主好奇地问道：不知常胜伯是否已有打算？常胜伯拱手道：回英主，在下打算去华夏看看。英主颇为诧异地问道：你觉得林婉儿会返回华夏？常胜伯笑了笑，说道：我并未如此觉得，只是下意识地认为华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好，英主难得哼笑两声，哈哈，既然你有这个直觉，那就去吧，一刻都不要耽搁了。常胜伯不假思索地说道：属下遵命。与此同时，叶晨与洪武、陈泽皆乘坐海伦娜的皇家直升机直接抵达了奥苏城机场。由于是皇家的贵客，叶晨几人甚至不需要亲自去过海关，只要将护照交由皇室的管家，就能完成通关。直升机直接在叶晨协和市客机的停机库前降落，叶晨便第一个跳下了直升机。随后叶晨便对海伦娜说道：海伦娜，你就不用再折腾下来了，直接让飞行员起飞回去吧。海伦娜满脸不舍地摇头说道：叶先生，我还是送您上飞机吧，反正这里已经提前戒严，不会有其他人看到我。叶晨见他表情坚持，只好向他伸出一只手，将他从直升机上搀扶下来。此时的机库内，协和市客机已经准备完毕，机长以及其他机组人员都在飞机下方恭候。海伦娜陪着叶晨走进机库，叶晨便嘱咐他到最近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发现有任何异常，第一时间通知我。海伦娜轻轻点了点头，眼眶泛红，同时又闪着泪光。她知道今日与叶晨一别，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而且海伦娜也心知，在那么多深爱叶晨的女人里，自己是最特殊的一个。其他人都有自由身，也不用在意外界的看法与评价，可唯独自己还背负着一个北欧皇室的光环。与其说是光环，倒不如说是枷锁。正因为有这道枷锁存在，自己离开北欧，去到这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必须上升到外交政治层面。若是想离开北欧去哪里见叶晨一面，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根本就没有机会。所以真正想见叶晨，并且想与叶晨正常交流相处，唯一的机会就是叶晨来北欧找自己。可是他甚至叶晨的行事风格，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他是肯定不会来北欧与自己见面的。想到这里，海伦娜心中悲切又不舍，于是便看着叶晨，轻声哽咽道：叶先生，若是有时间的话，一定再到北欧来，如果不能来，也千万不要忘了我。叶晨见他眼泪已经控制不住地流了出来，回想今早在他闺房察觉到的异样，心中竟不免有些心疼。只是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外人，但毕竟也是人多眼杂，不但洪武和陈泽皆在，机组人员在，皇室的卫兵也都在旁边，所以叶晨也只能安慰到海伦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的，你自己在北欧一定要多保重。听到叶晨的这番话，海伦娜心中忽然一暖，难得露出一丝欣喜，连连点头道：叶先生，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您告诉我您要来北欧，我一定会在奥苏城等您。叶晨微微点头，开口道：行了，就送到这儿吧，我们登机了。海伦娜不舍得含泪点头，这一刻她很想轻轻拥抱叶晨，再将脸轻轻贴在他胸口秒钟。可是她也知道，在这种场合下，自己根本就没法做出这样的行为，于是她只能与叶晨保持半米距离，开口道：叶先生，那就祝您一路平安了。好，叶晨点点头，再次嘱咐道：你也多保重，再见。再见。叶晨在海伦娜的目送下登上协和市客机。
机长与机组人员也很快就位，并且做好起飞准备。此时的海伦娜一行还没有离开，他们只是退到了安全的距离开外，似乎是打算先目送叶晨的飞机离开。机长这时候来到叶晨面前，开口道：“少爷，我们会在10分钟后起飞，预计3个小时内抵达普罗维登斯。”说着，他又道：“现在是北欧时间下午3点，纽约时间的早上9点，纽约时间中午12点前落地应该没问题。”叶晨摆了摆手，微笑着问道：“从这里飞叙利亚应该要不了多久吧？”机长想了想，道：“航线距离应该在3000多不到4000公里，以我们的飞行速度，算上起飞降落，也就2个小时。”好，叶晨点了点头，将手一挥，笑道：“那咱们就直飞大马士革。”机长愣住了，下意识问：“飞叙利亚？”叶晨点头道：“对，飞叙利亚。”7名骁骑卫已经跟着万破军以及万龙殿的将士提前返回了叙利亚，而这7人体内的剧毒，叶晨还没有为他们解除。况且叶晨还想去见见李亚林、547，以及在去墨西哥的路上刚认识的那位老哥郎红军。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